在谈性色变的年代里，我们比起难以启齿，更先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爸爸一定要很爱妈妈，妈妈才可以生出小孩子。因为爸爸很爱妈妈，妈妈也很爱爸爸，这样图图才愿意到妈妈的肚子里来，和爸爸妈妈做一家人。这句出自《大耳朵图图》第2季第37集的台词，没有晦涩的说教，没有生硬的灌输，只用一场充满烟火气的亲子日常，就温柔地打破了困扰中国原生家庭的禁忌，给无数中国家庭上了最珍贵的一课。这一集的剧情简单而又真实，当图图在某天突然对性别与身体抛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即便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武林第一美人张小丽也对此感到手足无措，难以应答。爸爸为什么有胡子？图图为什么没有？妈妈的这里为什么这么胖？爸爸的这里为什么一点也不胖呢？不能生小孩的爸爸有什么用处啊？为了给图图正确的引导，张小丽熬夜恶补并精心准备了讲解，却因过于专业，反让图图父子一头雾水。就在解答难以进行的时候，故事却在最终迎来反转。图图用幼儿园健康哥哥教的充满童真的语言，不仅解答了所有看似难以切实问题，更用一句暖心的话治愈了所有观众的内心。从基础的性教育启蒙来看，他打破了谈性色变的桎梏，做到了真正的科学与温和，不同于以往动画对生理知识的回避。这一集直面孩子的好奇心，把男生女生的身体差异、生命的起源这些敏感问题转化为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男孩子勇敢，女孩子胆小，男孩子玩皮球和打仗，女孩子玩洋娃娃过家家，男孩子穿裤子，女孩子穿裙子，男孩子站着小便，女孩子坐着小便，男孩子长大当爸爸，女孩子长大当妈妈呀。男生女生的不同只是性别差异，没有高低与好坏之分。他用最纯粹的方式告诉我们，身体不是羞耻的，好奇也不是错误的，正视自己的身体，尊重他人的不同，才是成长的第一步。而在家庭教育理念上，他精准刻画了当代父母的困境，也给出了最温暖的解决方案。剧集里的图图爸妈不是完美的教育者，面对图图的追问，他们会窘迫，会手足无措，却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努力学习，尽力引导。这份不装懂、不敷衍、不逃避的态度，正是最珍贵的家庭教育。它也告诉我们，好的亲子关系从不是家长居高临下的教导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成长，面对不懂的问题坦然承认，共同探索，比硬着头皮敷衍更能给孩子安全感。而最让观众久久不能忘怀的，莫过于图图那句治愈又温暖的话。这段台词没有讲解复杂的生理知识，却用最童真的视角诠释了生命起源的美好。生命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场意外，而是爱的结晶。它避开了生硬的科学解释，用爱串联起亲子间的连结，既解答了我从哪里来的疑问，也悄悄传递了爱的意义。正是父母之间的相爱，才孕育了珍贵的生命，才组成了温暖的家庭。如今再看这一集，依然会被他的勇敢与温柔打动。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成为国漫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因为他敢于直面禁忌去向孩子们普及性教育，更因为他藏着教育的本质，那就是尊重孩子的好奇心，用真诚的态度回应每一个疑问，用爱的语言温暖每一次成长。爱并非只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份责任。正因积少成多，才汇成汪洋大海。